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刘文艺实录。前段时间，全世界都被印度刷屏了，不过这次可不是展示印度的贫困和脏乱差，而是印度首富家小儿子的豪奢婚前派对和婚礼。视频中的女士是印度首富的妻子妮塔·安巴尼，她跳的舞是源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婆罗多舞。这种舞蹈的特色是透过舞者的表情手势配音乐，以哑剧的形式呈现。这是一首献给权力和力量化身的母亲女神的神圣赞美诗。她希望通过自己优雅而虔诚的表演，寻求母亲女神的祝福。妮塔高贵的气质和颇具神性的舞姿，惊艳了在场的宾客们和全世界的观众。很多印度人也为妮塔点赞，称其懂得尊重印度文化，并对此非常自豪。这是很多印度富豪所不具备的。不过，这次金碧辉煌的表演只是婚前庆祝活动的冰山一角。印度首富家族这次可谓是火力全开，豪砸6亿美元为小儿子举办了2场婚前庆祝活动和1场盛大的婚礼。今年3月，首富家小儿子阿南特和他的女友拉迪卡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举办了为期3天的婚前派对，其奢华程度令即使习惯了挥霍财富的中东酋长们也为之震惊。婚礼邀请了1500名贵宾，包括扎克伯格夫妇、比尔盖茨、希拉里·克林顿、伊万卡·特朗普、不丹王后、卡塔尔首相、宝莱坞明星及其他名人。他们还邀请到著名歌手蕾哈娜出场表演，她的出场费高达800万美元。这3天里，厨师们准备了2500道不重样的菜肴，还为婚礼所在地的5万名居民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而这仅仅是他们第一次庆祝宴会。今年5月，他们又举办了第2次婚前庆祝活动，这次是在地中海的一艘豪华邮轮上举办了为期4天的豪华巡游派对，邀请了800位名人嘉宾，多位世界级艺术家为他们表演。有了前2场婚前活动的预热，大概全世界人都知道印度富豪之子要举办婚礼。终于到了7月12日，在印度孟买，他们的婚礼庆典在首富家族拥有的世界会议中心开始。这座建筑位于城市中央的商务区，占地1万多平方米，拥有5个超级大厅、25个会议室和1个宴会厅，足够容纳16000人。这场婚礼庆祝活动持续了3天，之后的2天则转移到了首富家族著名的私人豪宅中举办。这栋豪宅造价20亿美元，共27层楼高，拥有3个直升机停机坪、168个豪华车位和50个剧院包厢。世界各地的名人们、政商圈的大佬们纷纷蜂拥而至，甚至连印度总理莫迪都跑来送上祝福。不仅如此，他们婚礼期间，印度孟买中央商务区还实行了交通管制，重新规划了交通路线，就是为了这场婚礼能顺利举办。就连婚礼附近大楼的企业也被要求在家办公，避免造成拥堵。毕竟孟买的街道上往返着一辆接一辆从机场到酒店的顶级豪车，首富家族还租用了100多架私人飞机来接送参加婚礼的宾客。而在婚礼上，最抢镜的莫过于首富一家身上穿戴的珠宝。首富夫人脖子上佩戴的祖母绿项链镶嵌了2个巨大宝石，据专家估计，其价值高达6000万美元。在婚礼仪式第1天，新娘穿了一身印度传统红白婚礼服，非常华丽，不仅结合了复杂的印度传统金银线刺绣和手工刺绣的对称精致的花卉图案，上面还点缀着价值不菲的宝石，每一寸都装饰着珍珠和黄金。新娘拉迪卡的身份也很令人好奇，
他于1994年出生在孟买。他的父母是印度一家制药巨头公司的老板，也是印度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拉迪卡在纽约大学学习政治学，之后回到印度，加入了父母的企业。现在，拉迪卡和他的姐姐一起担任家族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虽然新娘家的资产跟首富没法比，但是也算是门当户对的商业联姻了。而这样的强强联合也发生在首富家的其他儿女身上。即便是首富家，也需要建立牢固的护城河，世世代代地守护自己的资产，防止新贵出现瓜分蛋糕。首富安巴尼家族有印度的洛克菲勒之称，是印度最具有影响力的私营家族财团之一。家族的信实集团资产一度达到印度 GDP 的 4%。虽然现任家主穆克什与他弟弟上演了一场震荡印度政商界的财产之争，但是凭借他强大的商业头脑和精干的管理能力，穆克什最终把家族企业扩张到全世界，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穆克什产业帝国。截止2024年，穆克什的净资产达到了1233亿美元，是亚洲首富，在全球富豪中排名第11位。穆克什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儿子是双胞胎，都已经结婚。大女儿伊莎嫁给了亿万富翁的儿子阿南德。阿南德除了父亲的资产，自己也经营着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当初他们的婚礼也轰动了全世界，总花费1亿美元，那还是在2018年。1年后，他的双胞胎兄弟阿卡什则迎娶了亿万富翁钻石大亨的女儿。他们家的小儿子就是今年这场豪奢婚礼的主人公。3个孩子的婚姻都是门当户对的强强结合，就像昔日的皇室家族一样，通过继承或者婚姻，将财富保留在自己的阶层中。3个孩子也早早地进入父亲的信实工业公司，领导着3个不同的业务部门，为培养下一代继承人做准备。而他们家的信实工业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上市公司，其业务包括电信、能源、石化、天然气、零售、娱乐、大众传媒和纺织等等。该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商，占印度商品出口总额的 7%。 这家公司可以左右印度的经济命脉，被称为印度版三星。可以说，印度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它。首富穆克什也与印度总理莫迪关系密切。莫迪雄心壮志的经济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让这些印度财阀们聚敛了更多的财富。首富家族的信实集团相比于2012年市值增长了 247%， 在莫迪执政期间大赚特赚，与印度大量平民生活困苦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首富家小儿子整场婚礼虽然花了6亿美元，却只占首富家族财富的 0.5%。他们家也响应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号召，放弃在海外举行婚礼，把钱留在印度国内。如此巨大的花费，从婚宴筹备到场地布置，从餐饮服务到娱乐节目以及人员安排等等，无疑能推进当地的经济流通。他们一方面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印度打造成全球知名的婚庆目的地，另一方面，自己穷奢极欲的同时，也能分给本国人一些残羹剩饭。在婚礼前夕，首富家族还搞了一场慈善活动，在他们家的信实企业园为50多对贫困夫妻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并赠送了黄金首饰、食物和日用品。看上去首富一家婚礼从指缝里漏了一点渣子给平民百姓，可是转头他们家的公司就提高了电信服务的价格，强迫所有印度人为这场婚礼随份子。毕竟人家一场婚礼向全世界宣扬了印度的传统文化，
作为印度人，怎么能不出一份力呢？这算盘打得真是叹为观止。一边是首富家的豪奢婚礼和大肆炫富，一边是50度高温和极度贫困。一个国家有人生活在天堂，有人生活在地狱。严重的贫富差距让印度社会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占比是20%。1947年，印度独立，因为有钱人移民带走了部分资产，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2.5%。1982年，在甘地政府的领导下，比例进一步下降到6%。可惜好景不长，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后，情况开始反转。到2014年莫迪刚上台时，这个数字又回到了20%。当年莫迪承诺将新增1亿个制造业岗位，提升底层人收入，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可是到了2023年，前1%人的收入占比居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6%，财富占有比例更是超过了40%，竟然比英国殖民时期更不平等。印度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271人，比2022年新增了84人。从莫迪上台开始，印度亿万富豪的净资产增长了超过300%，是同期国民收入增长的10倍。与之相对的，全国90%人口的收入都没有达到人均 GDP。3.07 亿人吃不饱饭，2.24亿人受到长期饥饿影响，占全球的1/4。很明显，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速了。这就是因为莫迪一上台，竟然学习前苏联的叶利钦，就是那个著名的休克疗法，给予自己交好的私人企业优渥的商业贷款，把大量国有资产便宜卖给他们，并给予特许经营权的项目，让他们去垄断全国市场，不给地方上选择权，然后就可以推高这些企业的股价，让财阀们大肆敛财。甚至莫迪还发起了2次废钞运动，变相没收地方上和民间财富，倒逼大家把钱存在银行里。时至今日，印度的6大财阀控制了全国1/3的钢铁，45%的水泥，25%的港口，45%以上的煤炭进口和60%的电信用户。这些财阀们有钱了，并不会帮助印度人改善生活，而总理莫迪也与财阀们深度绑定，没有办法改善已经被垄断的市场。今年6月，印度大选，莫迪虽然胜了，但是失去了单独控制下议院和内阁的能力。如果他在未来想推行新政，改变现状，势必会遭遇比之前更多的阻碍。而莫迪虽胜犹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失去了人口最稠密的印度北方邦选民的支持。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莫迪上台后并没有改善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物价节节攀升，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高企。而作为这场婚礼第2个场地的首富家的超级豪宅，可以俯瞰整个孟买，但是在他们空中花园看到的景色却是以脏乱差闻名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贫民窟。在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约100万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仅有2.4平方米。在这里，厕所稀缺，雨季洪水泛滥，下水道的臭味久久地弥漫在这里。由于就业机会稀缺，贫民窟有很多穷人前往邻近的富人区乞讨，而首富一家最常用的出行方式是直升机，而不是豪车。他们有超能力，可以完全避开平民，与他们生活在2个世界。而连接这2个世界的是流向富人钱包源源不断的金钱和财富。今年夏天，就在首富一家为小儿子准备婚礼的前夕，印度一些地区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温 52.3 度。
这波热浪一直持续到6月，仍未有降温，让民众苦不堪言。印度气象部门对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高温使当地面临电力短缺的问题，由于电力需求急剧上升，导致电网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用电荒。此外，受持续高温侵袭，印度150座主要水库的储水量为5年来最低，多地同时也面临着用水荒，并严重影响水力发电，又进一步加大了电力供应的压力。从3月到5月，也就是在首富小儿子举办2场豪华婚前庆祝活动期间，印度已发生了 2.5 万例中暑病例，死亡50多人。到了5月，受高温影响死亡的人数最多。因严重缺水，政府向贫困地区免费供水，但是水量十分有限。很多贫民窟的印度人甚至需要抢水喝来满足身体的基本所需。而就在不远的地方，首富一家却在毫不避讳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大肆铺张浪费，甚至为了婚礼顺利进行，不惜一切动用家族的人脉，限制普通百姓的出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新时代皇室。近些年来，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总理莫迪也提出要在2047年将印度打造成发达国家。可是在这强劲增长的经济背后，也存在着明显的失衡问题。印度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有利于大公司而不是小公司，有利于富人阶级而不是需要就业和救济的普通人。目前仍有超过6亿印度人的日均生活费在 3.65 美元以下，低于世界银行针对中低收入国家设定的贫困线标准。即便经济增长再快，也只有少数人受益，钱都流向了富人的钱包。富人只会联合起来建立护城河，把财富留住或者流向海外。而印度国内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腐败问题一直比较严重，总是靠坑一笔赚一笔，将国外投资者逼走。所谓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这让考虑全球布局的西方国家更可能倾向投资越南、孟加拉国等对投资者更加友好的国家。而印度政府没有对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的长期投资，没有切实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人口众多的普通印度人很难成为人口红利，形成良性循环，维持经济增速，实现真正的繁荣。这场印度首富小儿子豪奢的婚礼，也让人们看清了印度的2个世界，而住在贫民窟的穷人，恐怕也只能靠着宗教信仰麻木地生活着，期待下一世富贵的到来。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收藏哦，感谢你们的支持。